嗨，欢迎回到龙树大师的课程。我在上节课结束时犯了一个错误，我说我们已经讲完这一章，但实际上还没讲完，我们还在同一章，我想是第16章，讲的是束缚与轮回及得到涅槃，及解开束缚，脱离轮回。本章的后半部分不用花很长的时间教，所以我想你们或许可以来看看我们可以感恩的东西，看看那些试图努力翻译的这些文本，而试图找到这些文本的工作。你们现在有点像是就在处在食物链的末端，谈到知识链，你们现在能得到所有的这些信息，能得到所有的这些教授，全因其他人非常努力地找寻书籍、编写目录、扫描、输入和保存这些经典书籍。我说的是亚洲经典传承图书馆，以及他们所有的努力。我做的是容易的部分，我只是做些讲解。我能得到这些书，因为背后有其他人30多年来非常努力的在找寻这些书籍，然后给我带来了这些书。这些人他们会走遍世界各地寻找书籍，并带他们回家，让我可以坐下来阅读并分享给你们。所以我想将 Brandy 和亚洲经典传承图书馆的整个团队的辛勤努力以表感谢，以及整个黄金俱乐部和世界各地的俱乐部，你们所有人都这么努力的筹募资金。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可能会想他们会怎么用这些钱会用到哪里。我想你们会很开心看到你们的捐款最后成就了这些课程。首先，捐款是20到20年前的，他们去了，我们试图去找丘尼大师的书。那个时代很难找到丘尼大师的任何书籍。我的老师当时给我看了一本丘尼大师的书，我当然心想，哇哦，我研习了他有250本这样的书。我就说仁波切，请把他们都给我吧。他说没用，你得不到的。我说你说的得不到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们以前犯了个错误。我就说我们指的是谁？他说我们的寺院圣爱美是我们犯了个错误。我问那是什么错误？他说我们不想让其他寺院得到丘尼大师的书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取所有寺院的辩经比赛。我们就非常小心的保存了所有丘尼大师的书。我问，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说我们把它放在图书馆里。我问，那图书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说图书馆在革命时期都被炸毁了，然后一切都烧毁了，每本书都烧毁了。我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，把所有的书籍放在一个地方，或许这也是业力的呈现，对吧？没有人得到它，他们全都被烧毁了。然后我们就离开那里了。这就是我现在在这里教你的原因。然后我们开始寻找任何有关丘尼大师的书籍。最后，杰森登巴亚洲经典传承图书馆的早期员工，他去了中国西部的丘尼市，请求扫描丘尼大师的书籍，然后拿到了那些书。他拿到了所有书籍。我想再给你们看看其中一本。在以前的时候，在中国西部的丘尼区，印刷机的质量并不好，但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酷的雕刻板。这就是它的样子。左侧边的字母，他们说 Satik， 写着一些西部的语言。Tika 意思是论述，以及沙瓦须鲁是有关般若的根本文。你会找到它的最下面，找到这本书的名字，然后页数是拉顿，抱歉，拉顿是第67页。
然后还会有一个卷号，可能是拉林格。这意味着该账本有很多卷书，该页纸与书分离是经常发生的，因为它们没有被捆绑在一起。你找到书后便可以把它放回去，因为老师经常会给学生们几页纸，让他们去背诵，然后记住明天把这几页归还，但学生总是不归还。这本书来自丘尼寺，这是我们可以找到唯一的一本书，所以每当我们有疑问时，都没法核查，没有任何可以比对的版本，因为没有任何其他雕刻版本可供我们查阅。有时候遇到雕刻板上的问题，例如不确定上面这个刻字对不对，我们最后去了俄罗斯，找到了大概141000份西部语言手稿。在国王的藏书里，俄罗斯沙皇收集了一系列的藏书、藏书。他是一个藏书家，俄罗斯人是根深蒂固的藏书家，他们爱书。他收藏了141000本书，我们找到了第2本。你可以在下一张图片中看到，这是丘尼大师的著作。更好的雕刻品质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更清晰。我们用了12年把那些书编目，用了12年，还不是复印，也不是扫描，就用了12年，只是把名字抄写下来。我们有3位全职员工。有一次，我们看到合同，在合同里写着，我们可以复印寺院里的书。我们获得了复印的许可。我们再看看那个印刷本。如果当滚轮将墨水在木板上印刷时，负责拿纸张的那个人可能应该没有看女孩，但在看别的东西。最后就会在纸张上印染出这些大条纹。你可以看到右边那一片黑色，格西老师就不得不去猜，原来那个木板上到底刻的是什么。但有时真的很难猜到，所以有多个木板是很重要的。要去到世界各地找寻另外的版本就很重要了。要从中国西部飞到俄罗斯是需要经费的。要让俄罗斯人允许你去扫描他们的书籍，12年之久，这是需要经费的。这就是你们捐款会用到的地方，这需要很多钱。目前我们已经花了500到1000万美元，而我们只完成了大约5%。如果我们想学习这些课程，想要解脱轮回的锁链束缚，解救那些被轮回束缚的人们，我们需要这些书和钱。飞到各处的古老的图书馆都需要钱，并经年累月12年，这些都需要钱。那些住在圣彼得堡的人，圣彼得堡的生活成本是最高的欧洲城市，因为在那里你没法种植任何东西。当我去到那里，他们说不要在晚餐上花太多钱，我说好，那我就去吃晚餐。我说我只想要一份沙拉，他们给了我一份沙拉。第2天我说我没有花太多钱吃晚餐，你吃了什么？我点了一份沙拉。哦，天哪，这是最贵的东西，这差不多要50美元。我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说你可是在俄罗斯，那里太冷了，在这里种植不了蔬菜，所以啊，你应该点些羊肉什么的。所以待在那里是要花钱的，待在那里12年要花很多钱，还有各种问题。我们有一名员工被俄罗斯黑手党绑架了，他们说要5万美元，不然就杀了他。你知道那很贵。我再给你看另一样东西，就是为什么江布兰迪会如此出色，以及为什么他的项目这么值得你的帮助。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。这是丘尼寺的木板画，大约是公元1700年左右印制，意思是大约在公元1700年左右雕刻出来。如果你懂西部语言，请看向第4行。Tim， 你可以慢慢读出来吗？
从线开始读，开始吧。秋当得如你当继续，当你行许你当，很好。上面写着。格西老师正在翻译，格西老师正在背这堂课，格西老师都快要疯了，因为上面的字句看起来不合逻辑，这里有些问题，在很多年后，你可以感觉到其中有些东西缺漏了，例如这张纸这里就少了点什么，顺便一提，你可以欣赏，这里有一对词语，这里有几组成对的词语，这里有 Q 和 Degu。原因和结果，接着下面还有 soa 和 soapo， 感受和感受者，然后在这些词中间有无定义的事物以及定义的事物，这是一些对词，但中间这里只有一个单独的词，按理应该有个词缺少了，这里的表达意思是所定义的，这需要个什么词语？定义。心意缺少了心意，所以格西花了3个小时，他在不断的挣扎，再挣扎，接着他发现木刻板上出了问题，这木块当初的雕刻出了问题，印刷的那个人当时估计走神去看别的东西的，就没有在木刻板上雕刻定义这个词。那格西做了什么呢？是的，我就要去找到另外一个木刻板比对，但如果亚洲经典传承图书馆没有钱飞到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待12年，我就不会有第2块木刻板，明白吗？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黄金俱乐部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支持黄金俱乐部，即使5美元、1美元也好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这就是黄金俱乐部的初衷。这就是黄金俱乐部的初衷。我们不是什么很富有的人，而是一群人，每人坚持捐出1美元、5美元或10美元。然后我们集众人之力就可以举起泰坦尼克号，所以我想和你们一起参与。格里老师知道这块板块中缺少了些东西，格里老师于是去找第2个木刻板书籍进行比对，我们来看看吧。顺便一提，这是今早在车上做的事，听请读第3行。心一当，真虚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格西预测的那个词就应该在这里，是有关定义、心理和现实。回上一页，放大一些。现在奖励100美元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改正木刻板的？有人在200年前纠正了它，有人像格西老师一样在那里坐了3个小时，并说这里有问题，然后纠正了它。但是你是如何纠正木板的？你得把原来的那些字母铲掉，挖出一个方块的位置，然后再拿一块木头刻成大小相同的尺寸，把它粘砍进去之后重新雕刻它。但那里没有地方可以重刻，因为要添加一个字，那该怎么办？你就得把字缩小。看看第3行，很酷。你缩小一切。这人在努力刻字。嘿，你能不能再多放2个字？什么？来吧，你可以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坐在那里雕刻，光刻字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。他在努力把这行雕刻得更小。当你仔细看这张照片，就可以看到，对我来说很酷。有人将原来错落的木块切掉，重新粘上一块新刻的木板。这就是为什么它看起来更小，明白了吗？这是不是很酷？如果黄金俱乐部不派人到圣彼得堡图书馆，那我就无法向你讲解这本书了，因为这本书有些问题，明白了吗？那就永远都这么错下去。如果我们不修正它，相信我，没有人会关心它，好吗？所以我觉得很酷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那本不可能的书。这本书已经不可能了。
但如果遗漏的话，它就会变得更难。好吧，我们开始。不要忘记我们在谈论被锁链所束缚。庆瓦这里是指的是束缚，所缚谁被束缚了？我们被什么所束缚了？意识的身体被我们误解了。我们被锁在一个不完美的身体的意识里，我们被锁在一个肉身里，我们被锁在一个不净的意识中，这就是那个束缚，明白吗？谁被束缚了？麦克被束缚了。麦克被束缚在一个糟糕的身体和意识里。麦克是锁链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当你把某人锁起来，锁到地牢里的墙上，你把一个囚犯锁在墙上，锁链是墙的一部分，还是锁链是囚犯的一部分？都不是，它介于囚犯和墙壁之间，对吧？明白吗？所以顺便一提，在阿毗达摩中，锁链是一个独立的实体，这很有趣。书上说有个你的意识的身体，这里有个帕奇，而锁链是某个神秘的第三方，让帕奇被锁在他的身体和意识里。龙树大师说，锁链要么是身体和意识的一部分，要么锁链是人的一部分。谁被锁在身体和意识里？但是锁链会去到什么地方？人死了会发生什么？锁链就脱落了，整个宇宙就到处剩下锁链了吗？谁被束缚了？谁被束缚了？我直接跳到最后一行。$100，共是什么意思？$100，它是对的，这不是冥想。不，这和冥想毫无关系。我们学了100次了。拼写非常相似，而且发音是一样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前缀。$50，我给你们一个提示，它以前出现过，它曾出现在第2章$25。走路$25给盖尔斯，对不起，了不起，你作弊了，没关系，不要告诉我。对，走路，这与锁链有什么关系呢？束缚有什么关系呢？$100。是的，他在向我展示了。是的，在这里，在哪里？那个部分在哪里？道路上一个你已经走过的一部分，有一个部分你还会走过，还有一个你正在走的部分。正在走的地方理应介于两者之间，但你不能定义它。这是与锁链的想法是非常相似的。中间点，你正在道路上走的那个部分，共，因为共始终处于活动的状态，正在踩，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在行走，而是落脚。在道路的哪里部分？那么道路的当下部分在哪里？当下在那里，也就是锁链的位置。明白吗？这很酷，对吧？锁链在哪里？就像在你与你身体和意识中间。所以你明白龙树大师所说的，你与你的身体和意识中间。那我们回到这几句寄送上。如果你被束缚你的身体和意识里，你不是被锁缚。如果锁链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身体和意识的一部分，那么锁链就不是你的一部分，怎么样？然后，如果你放开你的身体的意识，就不会再被锁链束缚了。如果你死了，那不会再被锁链束缚。
你就应该获得涅槃了。如果说锁链是你那有染的身体的意识的一部分，那当你不断放下身体的意识的时候，那你应该就可以解开锁链一段时间。那你受束缚的时间点在哪里呢？同样的论点，你告诉我它来自哪里？100美元，天哪！你们今天赚了很多钱啊！准备好了吗？每个人都这样，开始醒了。在那个人被束缚之前，锁链是否存在？可惜老师，100美元的奖励是什么？你要能讲出该系列课程之前讲过的一句寄送，就奖100美元。这很好，但还要在这句之前。顺便那一题，第9章的名称是那里之前是否存在？第9章的名称是探究某些东西是否之前就存在。观本注品，他讲到了其中一个感官根门。对，当你看向某样事物时，眼睛是否已经在那里？那个拿着望远镜的小女孩是否在这里？她走到外面，然后看到星星在那里。是先有感知者还是先有见？哪一个先？是小女孩带着望远镜走了出去，然后看向了星星吗？它是如何运作的？是那个带着望远镜的小女孩先走出房子，然后看星星的吗？她必须这样做，因为得先要有望远镜，因为天文学家这么说的。但她不能，因为她不是天文学家。直到她看着星星，所以整个事情是不可能的。现在把它带到这里，锁链要先有锁链呢，还是先有被束缚者？学生说，在你被锁链束缚之前，你也称不上是被束缚的人。是的，你没法是个被束缚的人，直到你被束缚住了。但要被锁链束缚之前，得先要有锁链。整个事情有点混乱了。这里的重点是，如果厨房里出问题了，你得弄清楚丈夫为什么不高兴。你必须寻找其中其他的选项。也许一切来自于你，也许这一切都来自于你，这是关键。也许这一切都来自你。也许是你创造了望远镜，然后你创造了女孩，你创造了天文学，一切都来自你，一切都来自你。但他们并非本身就是彼此的因。它看起来好像是这样，但实际上是这样。明白吗？就这么多。如果意识到这一点，那么你可以持药是否心咒。但如果你认为是那样来的，那就有麻烦了。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思维去持药师心咒，你就有麻烦了。如果你意识到心咒来自于你，疾病也来自于你，康复也来自于你，那么就可以开始持咒了。酷吗？耶！下一句，顺便一提，下一张图片，这个人是否被束缚住？等等，是上一张图片。这个人是否被绑住？没有，因为锁链尚未出现，所以必须先有锁链，对吧？没关系。下一句寄送。这是非常微妙的。文中说 ，Lechi 的意思是暂时的，目前 ，Lechi 现在 ，Jimba me today 当下，你无法解开锁链。我们来看看，它这里有点像在说，你看，你无法解开你的锁链，为什么？首先，龙树大师说，首先你无法解开你的锁链，你无法松开这些锁链。你不得不和你的丈夫争吵。你无法解开这些锁链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了锁链。
你不能脱下这些锁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认为那些锁链来自他那边，而你如此思维，锁链的方式本身就是锁链，懂吗？明白吗？他说让我告诉你，什么？你无法把这些锁链解开。为什么？因为锁链是从这个方向而来的。认为锁链从它自身方向而来，正是锁链本身，这很性感。认为锁链从它自身的方向而来，当你这样看着锁链时，正是真正的锁链。如果你这样看待锁链，那么你也将被越缠越紧。你们明白吗？很性感。即便我把锁链从你身上解下，你仍然会受着束缚。明白吗？如果脚所踏的路上有一个中间点，这个点在被束缚和松绑之间，那么你之前走过的路的那个部分，以及即将踏上的路的那个部分之间，一定有某个东西需要触碰。如果束缚与解绑之间有个地方能够触碰，那么同一个瞬间你既能被束缚，同时也能被松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就好像见到龙树菩萨在这样，我们可以跳舞，对吧？某种夏威夷舞蹈。好，下一季。我们从前2行开始，因为这里开始有点沉重，有点难了。如果我无法尼瓦连巴，那当将会娘尼得巴。如果能停止尼瓦连巴再发生，我便可以证得涅槃。尼瓦连巴是什么意思？对，如果能停止受身心的身体的意识，那就是涅槃。如果能停止受身在充满癌症的身体里，以及充满愤怒的意识里，那就是涅槃。如果能停止，我想创造我自己的涅槃。大 Q， 我想创造我自己的涅槃。那么你就有麻烦了，因为我的、我和我的，这些都是误解的定义，是生命中的哪一个支？哪一支？盲人是哪一支？第一导致一切的因。你说我想要涅槃的那一刻，那么你就有麻烦了。我是谁？谁是我？什么是涅槃 ？Daki Che 的意思是，我想让它成为我的。Christina， 我的这个词，我这个词也代表着自我、自信。当我们说当美时 ，anatomy 意味着无有自信。在西部语言和梵文中，我这个词是自我存在的代名词。当龙树大师问：“嘿，你想干嘛？”我想达至涅槃。你想涅槃来干嘛？我想拥有涅槃。哦，那个自我存在的我，酷吗？明白吗，阿德们？我想让自我拥有涅槃，但自我并不存在，因为自我的意思是自信。你渴望拥有涅槃，这只不过是一个更严重的误解罢了。哇！你渴望拥有涅槃，这正是生命之轮的第一支，好吗？我想脱离生命之轮，好的，要怎么样做？我要创造自己的涅槃，很酷，这就是生命之轮的第一支，明白吗？你们应该笑才对，你们都怎么了？我们再讲一次。我想脱离生命之轮，
真的吗？那你要怎么做？我要创造自己的涅槃。这是生命之轮的第一支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明白吗？真有趣。这部分很难，因此你需要丘尼大师。这样的意思是，你无法在任何地方创造涅槃，不论任何地方，你都没有一个 key， 一个 D， 意思是创造，而不是被生出来。没有字母 D 表示诞生，有字母 D 代表创造。这动词最常见的用法是很接近的，正确。那 thinking 呢？生出意识，生出想要证悟的愿望。好，100美元的问题。天啊，你们今天赚了很多钱。丘尼大师说 ，key 这个词 ，K 这个词，在这里的意思是创造。你想创造你的涅槃，对吗？你想创造你的涅槃。他说，创造这个词，这是一个暗语，是庄斗的代词，在庄斗和坤等这一对词中。集美说高估，耶，100美元。集美可以付集美100美元吗？现在哪一个集美拿了钱，又是哪一个集美给钱出去？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？是的，高估。所以在这里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当你说我想拥有涅槃，你正在创造一个假涅槃，你在创造一个自信存在的涅槃。当你说我想拥有涅槃，你要创造涅槃，而丘尼大师说，龙树大师在这里用创造一词，他说的是一个自我存在的涅槃，明白吗？科瓦桑瓦的意思是你甚至不可能移除那个涅槃。这里的 sowa 之前的意思是阿加德100美金的问题，驱动，耶，100美金，驱动。之前 sawa 这个词的意思是驱动，对吧？指事物的存在。sawa 在这里的意思是像清明的光一样，去移除。如果你尝试让涅槃成为你的东西，这是自信存在的涅槃，这也是涅槃，是一样的。而这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涅槃。那么你认为涅槃是什么？你认为涅槃是什么？是谁在问？去洗，抱歉啊，你们这些想创造涅槃的人，你们觉得轮回是什么？你们认为呢？你们认为轮回是什么？现在你们想知道一些令人沮丧的事吗？2个雕刻本都找不到答案。2个雕刻本都找不到答案，这很难以置信。370年来都没有人发现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，不知道4月那些人在做什么。但答案在论藏里，在龙树大师这里。龙树大师的雕刻本中有这一行。因为他正在引用这些寄送，所以我去当地找到了他。多谢德奥俱乐部，我才能出发去印度，并在那里找到他。我在印度找到的那一行确实是漏了，一整行都漏掉了那个问题的答案。你认为轮回究竟什么？之前的答案不见了，所以以下就是那个答案。这里的大，是的。当你在轮回时，当你在想轮回到底是什么时，你的意识中你想到了什么？继续打。当我提问时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我们刚刚正在谈涅槃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从轮回中解脱出来。
但当我问你什么是轮回，你开始在踏这里徘徊，一个愚蠢的试题。你在考试里走错了方向了吧？对吗？明白吗？你做了一个愚蠢的提问。愚蠢的提问。你做了一个愚蠢的提问，你明白了吗？最后是那漏了的一行，那可能这样说不礼貌，所以他没有留下那行字。那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，我们可否解释下这张图的意思？这是一个轮盘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去追求涅槃时，就在你追求涅槃的时候，你正在你又在一次转动的轮盘，你追求涅槃的方法，再一次转动的轮回。很棒，说得很对。你在追求涅槃时，在我看来，你又再次转动了轮回。恭喜你，你对涅槃的追求又再一次转动了轮回。这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我会说，我并不是想吓唬你们，但你抽的方式持药师佛心咒，会令你生病，会令你的身体的痛苦持续。我并不是说你练药师佛心咒会得癌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带着误解去做，会让疾病持续，会继续转动轮回，而不是停止轮回。这很沉重，这很沉重。我们要明白，要令咒语真正有效，我们先要保护生命，否则咒语无法奏效，还有可能在持咒的过程中就去世了，明白吗？好的，现在是一个好时机，悲伤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有提问吗？吉美说，这是否意味着不要念任何咒语会更好？很好的问题。可惜老师，这是否意味着，如果不理解空性，我应该停止持咒？不，你要继续持咒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持咒时，一般都会有一个良善的意图作为根基，而这个良善意图的根基会帮助你在以后理解空性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明白咒语如何奏效，请坚持持咒，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明白咒语如何有效。但在理解咒语如何奏效的进程上，不要拖延，因为你可能会先死去。真的，认真的，不是说笑。但那个时候你持咒都是好种子。如果你并没有同时在空性上努力，也许种子会在下一辈子才帮到你。你可以持咒半小时，然后阅读龙树大师10分钟，再回去持半小时咒，这是一个好的平衡。但不要忽略龙树大师，然后说我一整天都要坐下来持咒，因为很有可能在你得到咒语的好处之前，或你帮助任何人之前就死去了，所以要持续撒上龙树大师的糖霜。不要说这对我来说很难，因为轮回会让你更难，你得想办法。好的，来学点梵文。让我们来谈谈Samsara。大家留意到了吗？是的，发音是Samsara。在底下符号是什么？请不要读成Samsara，因为 N 字的下方有个点，所以出现误解。N 字下方加多一个点，所以不要读 N。他们只是没有其他字母可用而已。很抱歉，所以拜托，这不是 N， 这是下面带有一点的 N。下面有一点的 N， 好像那些法国人，因为他们常常这样讲话。他们常说：“葛西老师，你一定要来巴黎哦，你会有最好的，就是带着鼻音。”所以下面有一个 N 就读
闪杀了，闪杀，不要打声杀了。这发生在我不知道英国人犯了这个错误，然后一直戳下去，每个都说闪刷了，闪刷了，有点像是人名。我的名字山和沙拉。而这让我觉得特别烦。顺便一提，近日有人播出一个影片，有我的相片在里面的范文全拼错了，请不要这样做，这令我很抓狂。如果你要用我的名字和相片，请一定要让我先看一下。还有些人用了中国西部语言也全拼错了，同时拼错了，所以请求大家，可能大家看到我对这些是很有热情。斯里兰卡也拼错了，西法兰达瑜伽中心拼错了，因为他们舍掉了变音符号，他们舍掉了发音符号，如同将 N 字下方的那一个点省略了一样。所以这可怜的斯瓦兰达先生，他的名字可能就这样永远被读错了。而更可怜的国家国名永远被读错，是斯里兰卡，而不是斯里兰卡。那一点给舍掉了，明白吗？和 Samsara 一样。好的，格西老师，如果你想记录格西老师，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山的意思是在一起，随着。这本身善，接着色意思是流动，而欧洲人用的也是色。在这里，西软这一词中可以看到，意思是流动的东西，而馅饼一词也很有趣，来自色，因为这是美味的肉桂卷的漩涡形外观。这在梵文。Samsara 这个词是很形象的。Samsara 馅饼和轮回之间的关联密不可分。如果你有馅饼给我，我来处理它，那就是轮回相同的词根。这一节讲完了，我们回顾一下，我们尝试去寻找谁要到达涅槃，以及是谁被束缚在自己的身体的意识里。你们要思考这一点。每一个人都说我想要达到涅槃，每一个人都说我想要逃出生命之轮。你有留意到生命之轮中的房子吗？你有留意到生命之轮之中船上的两个人吗？生命之轮中船上两个人是谁？民宿。是的，身体的意识。当你脱离了轮回，你得把那艘船舍掉，连同里面的身体的意识都舍掉。那么剩下的是谁？你会在没有身体的意识的状况下到处走吗？来，介绍一下我的朋友，我看不到他。是的，抱歉，他没有身体，好吧？那他是如何看待民主党和共和党吗？他不思考，也没有意识，他将舍弃在生命之吻中的。那么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要想一想，你只说你想要达至涅槃，你指的是什么？我想舍弃这个会得到癌症的身体，不管你喝什么，迟早会患癌症。而且我想要摆脱这个意识，它混杂了嫉妒和其他东西等等。好的，你摆脱它后会发生什么呢？哦，我没有想过。我想下车，接着就站在沙漠中央。你不是说你想下车吗？是的，但我没想过下了车会剩下什么。好吧，你要想一想。好的，下一集见，下一集再见。